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最新炸点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的房价已经跌回9年前，有人咬牙攻房8年，今天一卖还要倒贴。同一时间，全中国餐饮业去年一口气倒掉了409万家店，幼儿园一年关掉2万所，甚至连大学都撑不住了。河北一所拥有2万学生的高校，收完学费直接宣布破产。10年前，中国人相信3件事：学历能翻身，房子会升值，孩子能养老。10年后，这3件事还在，但全都塌了。今天我们带你看5个真实的现场：名校生逆向升学，跑去兰陵学厨艺；大学连环暴雷，学费狂飙还破产；幼儿园倒闭潮，园长一夕失业；餐饮巨头9毛9市值蒸发480亿。最后就是一线城市房价穿越回2016，这不是唱衰，而是一场冷静的观察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中国，现在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，甚至是清华硕士，竟然选择放下书本，走进技职学校学一门手艺。有人学时尚设计，有人学烹饪、剪发，甚至开挖土机等等。这不是玩笑，也不是影视剧，而是正在中国悄然发生的逆向升学潮。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：高胜涵，2021年从大学音乐表演系毕业，当过音乐老师，开过餐厅，也做过服饰生意。结果折腾了6年，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决定，重返校园，但不是回大学，而是进入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，主修时尚设计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位大学生自愿降级，回头去读技职学校，只为学会一项实用技能。而像高胜涵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，有些人甚至来自中国的顶尖学府，比如清华大学。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硕士童洁琼，本来在气候变迁领域做研究，结果公司裁员，一纸失业通知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方向。最后他决定报名山东蓝翔技师学院，从头开始学烹饪。网络上质疑声一片，有人说他浪费了清华资源，也有人说大材小用。但他自己怎么看呢？一句话，我就是喜欢。荒谬吗？其实这更像是一种务实与清醒。根据官方数据，中国大学生一年超过1000万人毕业，市场供过于求。结果念完大学找工作，被嫌学历太高不接地气，想应征技术岗位，又被说手上没技术不够格。另一个原因是高等教育没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，变成资源浪费。也难怪越来越多人选择逆向升学，去技校学点真本事。如今风向变了，技术比文凭更重要。像广东、浙江、北京、河南纷纷推出所谓技能点亮未来的培训计划，甚至开设专为大学生设计的技工课程。其实这不是在弥补技能断层，是在向社会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技能型人才不是下等人，而是未来的刚需。通过考核后会颁发国家认证的技能证书，含金量可不低。据相关调查，2024年就职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 88.6%， 反超同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。这代表什么？不是文凭不重要，而是单靠文凭已经不能保障你能立足职场。现在有些高中生甚至主动放弃上大学，选择一流技职院校，学习高需求的专业，比如工业设计、AI 应用、智慧制造等等，形成了一种逆转。某种程度上说，也是一种清醒。逆向升学更像是一场价值观转向，从学历至上到技能为王。在社会压力下，这种重新选择的人是在告诉社会，真正有价值的已经不是漂亮的大学毕业头衔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技能和养活自己的能力。如今在中国，读大学不再是通往成功的保证，反而越来越像是一场高风险投资。你拼了命考上名校，熬过论文毕业，结果毕业几年后，你可能发现最保值的不是你的学历。现在的大学生有多拥挤？来听听数据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香全说，每年毕业生超过1000万，
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节节攀升，但有效职缺并没有跟上。结果就是应征基层工作被嫌学历太高不好用，想做技术活又被说你只是理论派没真功夫，卡在中间不上不下，书是读了，但饭还是没得吃。有趣的是，在白领职缺过剩的同时，中国的技术人才才严重短缺，不得不开始转向。一些省份已经主动把大学生拉进技职培训的体系里来，专门为学士硕士开设的技师课程预备技师班相继出现。你有文凭吗？很好，再来学门手艺。中国学者毛宇飞就说得很直白，如果大学生毕业还要回头进技校，那代表你前面那几年学了个寂寞。他的话有点刺耳，但现实就是这样。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价值观的转变，不是越念越高就越好，而是念得刚刚好有用才重要。甚至有些高考成绩超好的学生直接跳过传统名校，选择职业技术大学，选择有前景的科系。与其说他们是逆向升学，不如说他们在正向思考哪条路才真正通往有尊严的生活，也是冲破中国高学历就业困局的选择。随着大学毕业就职难，高学历贬值，大学本身也迎来前所未有的状态。你敢想吗？在中国，一所拥有2万名学生、号称最美校园的大学，居然说破产就破产了。它就是河北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，而且是在刚收完大一新生学费之后，宣布启动破产重整程序。网友忍不住嘲讽：先收学费再破产，是不是一种新型诈骗？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不是什么野鸡大学，而是河北省属全日制高校，被称为石家庄地区高校中最美高校。但今年7月底，该校被法院受理破产申请，9月初公开招募投资人，目前暂由政府接管。当局强调不会影响正常教学，学生可以照常上课。听起来像是在安抚人心，但很多学生和家长内心想的却可能是：这课我还要不要上？这学费还能退吗？尽管官方通报学校目前确实找到重整投资人，但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破产？校方没有一句话交代。关键是这已经不是个案了。前脚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破产，后脚大连科技学院也传出全员停发工资，面临开学难产。虽然后来说问题解决了，但很多人心里打了个问号，还能撑得住多久？别以为只是个别高校经营不善，这背后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层警讯，直接涉及全社会现状。首先是报考人数下滑，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335万人，10年来首次下降，比去年少了7万。其次是大学生失业率飙高，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近 19%， 而且还不包括在校生。官方数据公认含有水分，实际数字会更高。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家长不敢高投资送孩子上大学了，大学也就收不到钱了，这成了死循环。而且不止就业差，学费也不客气，一直在涨。北京交通大学从8万5涨到10万5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从5万涨到6万8，云南大学直接涨幅超过 42%。你以为涨价是为了提升教育品质吗？其实更多是因为钱不够了。下来的结果就是，大学招生现场门可罗雀，招不来学生。有学校招生老师在半夜打电话挽留学生，结果被家长一句没门直接拒绝。曾经大学是中国年轻人唯一的上升管道，千军万马过高考，但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，上大学到底值不值得？一场看似单一高校的破产，其实是一口敲响的警钟。当教育变成一门赚不到钱的生意，当年轻人毕业的无处可去，问题就不是哪间大学经营不善，而是整个系统正在瓦解。未来几年，我们或许还会看到更多大学关门、学费高企、招生彻底萎缩的新闻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现实正在发生。大学教育尚且如此，那么低龄教育呢？
要知道，中国幼师的失业现状也触目惊心，不是因为教不好，也不是因为违法经营，而是孩子越来越少了。2024年，全国倒闭的幼儿园超过2万所，相当于每天就有近60间幼儿园关闭。深圳一家一级幼儿园刚在今年7月31号正式倒闭。这家幼儿园园长说，2011年他刚接手时，孩子不到80人，收支失衡。他带着老师们一起贴钱经营，做宣传，甚至挨家挨户发传单，只为让孩子多一点。10年后，这家幼儿园已经拥有416个孩子，13个班级，60多位教职员，是当地有口皆碑的优质民办幼儿园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倒下来的速度会这么快。从2022年开始，预约入园名额不再抢破头，招生变得困难。到了2023年，学生只剩168人。到了2024年，学校直接亏损，最终关门。视频显示，幼儿园关闭，人们在抢东西。园长说的一句话很让人心酸：15年，我把青春和热血都给了这所幼儿园，但现在我却成了一个失业的园长。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7万多所锐减到25万多所，一年内关闭了超过2万所幼儿园，其中民办幼儿园减少 1.8 万所。不止幼儿园关门，2024年失业的幼师就超过24万人，换算下来，平均每天失业600人以上。甚至不只是民办，就连南京鼓楼区的公立幼儿园也顶不住压力，宣布关门。全国幼儿园大量消失，可不是偶然的经济现象，是人口结构全面下滑的后果。专家预测，到2025年，全国还会再关 2.6 万所幼儿园。到2030年，全国剩下的幼儿园可能只剩16万所左右，目前还是25万所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未来每年要消失超过15000所幼儿园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不起，养不起。据报道，现在中国育儿成本平均占一个家庭收入的1半以上，再加上什么高房价、补习费、难入学、难请假、难升学，职场女性还要面对生育等于被淘汰的职涯风险。所以年轻人表态，不是不想生，是根本不敢生。现在只是第一块骨牌，幼儿园倒下，接下来呢，就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未来招生困难，大学生数量下降，大学关门潮也可能出现。然后就是劳动力减少，养老金发放危机，整个人口红利彻底消失。这不是耸人听闻，是人口统计的必然推演，是整体社会断层的开始，老化的到来。那位深圳幼儿园园长说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，他只会当园长，但这个社会正在不再需要他这样的人。你还记得那句口号吗？酸菜比鱼好吃。这是曾经红遍全中国，在大城市大排长龙就餐的酸菜鱼连锁店的经典口号。它的母公司九毛九一度是中国餐饮业的当红品牌，市值冲上550亿港元。但现在呢，市值暴跌 94%， 梦回寒冬。2025年上半年，九毛九交出了一张寒气逼人的成绩单，营收不到28亿，净利润不到1亿。连锁门店半年内关了88家，史上首次大规模收缩。曾经强调不拼桌、不接5人以上、不外卖的硬气品牌，如今都要被市场卖掉了。曾经的排队王，现在每天翻台率下滑一半，门店沈阳、上海、杭州连连关门。九毛九在2021年高峰时，股价达到每股 37.8 港元，现在呢只剩 2.18 港元，市值从550亿跌到30亿港元，蒸发超过480亿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等于曾经开500家酸菜鱼店，现在连酸菜都快买不起了。更惊人的是，整个中国餐饮市场都在打冷战。去年中国餐饮行业关了409万家店，关店率超过60%。今年上半年新开134万家餐厅，但有105万家注销关门，就是说每开10家就有8家活不过年底。
火锅也凉了。呷哺今年上半年收入是9亿元，净亏损1亿元，连亏4年，累计亏损超12亿元。海底捞也陷入低潮，营收净利3年来首次双跌。餐饮进入寒冬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消费信心低迷，没人敢随便大吃大喝了，到处都是品牌，行业相互内卷激烈，房租、人工、原料成本高涨，利润压缩严重，餐饮黄金时代过去了。说完了餐饮，再来看看房价。你还记得自己是哪一年买的房吗？如果你2016年到2018年间在中国一线城市上车买了房，那么现在房价已经跌回你刚买房时的那个点了。对，就是白交房贷、白缴利息、白等8年的那种感觉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一线城市房价全面穿越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二手房价格回到了2016-17年的水准，跌幅最高的超过40%。香港干脆跌回了2015年2月，下跌近30%。什么意思？你在9年前买的房，今天卖出去可能还要赔钱。其实早在2021年，中国房市就已经开始出现下行转折，但当时许多人还抱有幻想，撑一撑就回来了。中国人那么爱买房，如今连一线城市都扛不住了，如何能撑啊？中指研究院的报告显示，40个月房价从没反弹过，百城二手房价格也跌了40个月，只是具体不同城市层级跌幅有所差异而已。1、2、3、4线城市都在跌，似乎已不是震荡，也不是调整，是无声的长期崩塌。别说投资客了，就连刚需族也被卷入这场长期资产缩水的漩涡。网友都在问，还会跌吗？有人回，别问了，这一篇翻过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房市不只是楼市，它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之一，这个引擎已经熄火了。现在是一线城市二手房跌回原点，接下来可能是租金萎缩、商办冷清、烂尾盘清算，甚至是中产信心的彻底崩塌。过去10年，房地产是中国人最稳的资产，最坚定的信仰，而今天这种信仰正在瓦解，在静静塌陷。以上我们讲了5个故事，5种崩塌：学历没用了，孩童变少了，学校关门了，餐饮业撑不住了，房子也不再保值了。他们一步步揭示，当旧有的秩序无法支撑现实，崩塌就不是意外，而是必然。真正值得我们问的，也许不是中国还能不能撑下去，而是当我们眼前的世界正在静静塌陷，什么才是我们还能紧握的生活核心？如果答案不再是学历、工作、户口和房产，那么该是什么呢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